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必定会面临严重缩水的情况。此前俄罗斯会越打越有钱的言论，近期算是不攻自破了。前不久，俄财政部公布了2022到2023的财政收入数据，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1年内财政赤字高达1.76万亿卢布，换算成美元大约是234.08亿，超出了俄联邦全年预算60%。这是什么概念呢？1991年苏联解体时的财政赤字也不过3000亿卢布。由此可见，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再打下去，被拖垮是迟早的事儿。当然，在俄国内经济大幅缩水的情况下呢，也有一些行业借着战争机会逆势狂赚。这张图片是大兵无意发现的，俄国内殡葬行业打出的广告。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左边配图似乎与正常的棺材有些不一样。这是今年俄罗斯开始流行的一种新款式，前部呢可以漂亮的折叠起来，供人与逝者做最后的告别。很明显，这些细节是俄罗斯殡葬行业搞出来的新花样，这也解释了俄国内殡葬行业逆势狂赚的原因。随后呢，大兵又仔细查阅相关信息，发现自从俄乌战争开始后，其国内的殡葬行业收入水平至少上涨了230%。很多从事殡葬行业的人不仅买了车，还买了房。公开资料显示，去年夏天，俄罗斯许多地区的公墓开始出现特殊的军事区域。简单来说呢，就是被提前划出的雇佣兵墓地或者军人公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地大部分是瓦格纳下属的。再结合去年爆出的瓦格纳囚犯兵事件，某种意义上说，瓦格纳应该是俄国内殡葬业的大客户了。这不仅让大兵有些好奇啊，瓦格纳在战场上具体葬送了多少人？从7月份，瓦格纳从俄罗斯各地监狱招募囚犯组成惩戒营投入战场以来，他们的老大普里戈金会定期发布囚犯从战场上归来的视频。这些视频中呢，普里戈金大谈什么净化、什么英雄主义和新生活，但视频里被净化的回归者总是不超过几十个。当然啊，这也能洗，完全可以说瓦格纳有几百号回归者，一条视频根本拍不完，因此没有完全出镜。不过呢，大兵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发现了比较真实的数据。2022年7月1号到2023年1月底，俄总统普京共计赦免了1012到1092名被瓦格纳 PMC 招募的囚犯，其中一部分是因战伤被赦免。普京与普里戈金的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因此，瓦格纳集团自身呢，大概率不会不承认或者反驳这个数据。由于普里戈金与绍伊古存在矛盾，所以俄国防部选择公布这方面的消息。虽然他们没有具体提供赦免的人数，但是却提供了瓦格纳招募囚犯的数字，以及目前还留在前线的雇佣兵规模。根据俄国防部信息显示，从去年7月到今年1月，有56240到57602名监狱囚犯被招募到瓦格纳。截止到今年1月30号，还剩下7450到7600人仍在服役，也就是说，有48790到50002人阵亡、受伤或被赦免，减去前面被赦免的1012到1092名，那么瓦格纳具体的伤亡数字呢，则是47778到48910人。对于这个数字啊，可能有部分人选择不相信，所以大兵举例说明一下，瓦格纳是俄军在巴赫穆特的主力军，这一点不用多说。而在巴赫穆特这片战场，曾多次传出瓦格纳处决逃跑士兵的消息。可以说啊，只要他们在战场上想退缩，就会遭到自己指挥官的枪决。因此，瓦格纳招募的囚犯兵只能在战场上不要命地进行攻击。根据瓦格纳俘虏描述，当他们小队90人已经阵亡60人后，指挥官也不会命令撤退，只会前进。在受到伤害之后，他们只能迅速地隐藏自己，否则就会受到乌军炮火攻击。瓦格纳正是通过这种心理方式来激发他们的求生心理，毕竟向前冲锋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向后退则是死路一条。于是就有了2月15号巴赫穆特地区24小时内俄军发起了103次死亡冲锋的消息。经过如此激烈的战斗，瓦格纳仅剩的7000多人恐怕也所剩无几了。不过他们的不畏死冲锋似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乌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直接炸毁了巴赫穆特的2座公路桥。据悉，这2座桥分别是属于 M03 和 H23 公路。其中呢 ，H23 公路横跨顿巴斯运河，是经过斯拉维扬斯克、格尔洛夫卡的公路，而这条公路上的桥梁位于顿涅斯克分水岭顶部的灌溉渠。至于另外一条 M03 公路，同样位于顿巴斯运河之上，但连接的是巴赫穆特西北方与斯拉维扬斯克。也就是说，这2座桥梁被炸毁，
巴赫穆特通往顿河、君士但丁诺夫卡和斯拉维扬斯克方向的道路都被切断了，在本就被封锁包围的情况下，还切断与这两地的联系。乌军呢，这次在大兵看来有些不太明智，但也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乌军也知道瓦格纳所剩无几，所以就逼他们打巷战，拖延时间。如此一来呢，乌军就能对近期乌东北部边境大规模集结的俄军形成牵制。什么？你说俄军难道不会增援瓦格纳，使其迅速拿下巴赫穆特？实际上，眼下这种情况啊，俄军只会更痛恨瓦格纳。这不是嫉贤妒能，而是因为瓦格纳的人海冲锋的确取得了成效呀。俄军要取得相同的战绩，也只能玩人海冲锋。正规军可不想送死，所以只能处处掣肘，让瓦格纳的人海战术失效，或者看着他们打。这样做就用不着人海冲锋了。未来瓦格纳与俄正规军的矛盾只能愈演愈烈。这时呢，我们重新将视线拉回到瓦格纳本身，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人打完了，又得重新招募。之前大兵做的这期视频已经提到，瓦格纳集团在2月9号曾发表声明，他们宣布全面停止从俄国内监狱中招募兵员，并且表示对已经招募的囚犯士兵做到应尽义务。囚犯兵没了，那就得从其他地方想办法了。普里格金接受 CNN 采访时呢，解释了为什么瓦格纳会停止从监狱招募囚犯。之前瓦格纳向全球发布征兵广告，结果慕名而来的应征者居然高达1000万人，其中包含大量美国人，而瓦格纳预计招募名额呢只有100万人，所以暂停从俄监狱招募志愿者。大兵查到这个信息时，瞬间就惊了。用这种手段来恶心北约各国，属实太低劣了。并且综合瓦格纳之前强迫雇佣兵冲锋的做法，即便他们开出高薪，应该也不会吸引多少欧美的雇佣兵来帮他们打仗。不过根据目前的最新消息，他们究竟能不能征到兵已经不重要了。前几天瓦格纳所剩无几的雇佣兵部分已经抵达了扎波罗热，初步估算大约是1500到2000人，这是不是瓦格纳最后的有生力量，大兵无从得知。但最近这几天的消息呢，已经有迹象表明，克林姆林宫开始将瓦格纳视为弃子了。2月16、17、18号，连续3天，普里格金以及瓦格纳成员称他们弹药短缺。时间来到20号，瓦格纳的弹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普里格金称：“我知道弹药在哪里，甚至知道这些弹药的批号和箱号。但是由于和俄国防部之间的矛盾，就是无法获得这些弹药。没人知道这些限制程序从何而来，又该走哪些程序签署哪些文件。”并且普里格金表示，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找了所有能找的熟人，但中间人却用手指着上方，告诉普里格金必须道歉。虽然此时深陷困境的瓦格纳获得了部分人的同情，包括俄政府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领导人阿克肖诺夫，不少俄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呼吁国防部履行职责，向瓦格纳在内的所有士兵提供武器弹药。但很不幸啊，这些呼吁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俄国防部依然是在按照程序做事，而克里姆林宫那边呢，也很久没有提及瓦格纳了。这种极其明显又强烈的信号，大兵认为用脚趾头都想知道，克里姆林宫正在抛弃瓦格纳。至于原因，或许与普里格金管不住嘴巴有关。比如1月中旬，瓦格纳付出巨大代价拿下索列达尔后呢，俄国防部却发表捷报，将主要功劳改为俄军，引发了普里格金不满。随后他便在公开媒体上发文称，索列达尔周围连一个俄正规军支援都没有，俄军高层这种行为令人不齿。后续俄国防部迫于舆论压力修改了战报，加上瓦格纳在此次行动中发挥很大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啊，普里格金不仅拥有一支强悍的私人武装，还拥有一支影响力很强的水军，但他的头似乎太铁了，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功高盖主对他提前清算的可能。因此呢，在瓦格纳的价值即将耗尽时，其最终结局也已经很明显了。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姆林宫一系列信号也让普里格金的盟友车臣总统小卡德罗夫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他在19号公开表示呢，瓦格纳这种雇佣兵组织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极为成功，因此在他的公职生涯结束后，按照瓦格纳的风格成立自己的私人军事集团，希望与普里格金竞争一下。不过呢，在小卡德罗夫之前，俄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提前宣布要建立雇佣兵组织，并且获得了俄政府同意。总而言之呢，在俄罗斯并不是只有瓦格纳一家雇佣兵公司，尽管他们的表现没有瓦格纳那么抢眼，却更听俄国防部的话，所以能力并不重要，听话才重要。
当瓦格纳在前线拒绝服从俄军指挥，甚至用俄军去试探乌军坚固防御阵地，面对质问又公然宣称只听自己老板命令时呢，这一切已经注定了，瓦格纳将是弃子的结局。即便普里格金背景有多么硬，与普京的关系有多么好，也无法战胜俄军这个体系。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呢，瓦格纳的确很强大，他却又只听从自己老板的话，以至于让背后的主人感到了威胁。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内容均为大兵个人分析啊。各位朋友认为，俄乌战争结束前，克里姆林宫会不会提前将瓦格纳埋进坟墓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